陆氏总裁陆金恒有重度的洁癖和强迫症，在他的视线范围内，一粒灰尘都不能有。更重要的是，陆总极其厌恶被人触碰身体，所以在服务他时，一定要保持距离。好的，宋特助。恒哥哥，你来了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是陆伯伯让我来的，从今天起，我就是你的特助了。恒哥哥，这还是我第一次坐你的私人飞机呢，好开心啊！安静，不然你自己下去。哼，飞机起飞后，看你怎么赶我。好了，这儿没你事儿了，下去吧。好的，宋特助。这可是国外最新研发的好东西，恒哥哥，我今天一定要拿下你。怎么这么热？你到底做了什么？恒哥哥，起开，别碰我！恒哥哥，我喜欢了你10年，你真的对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吗？你干什么，恒哥哥？你放开！陆总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陆金恒，你放我出去！宋特助，祝婉婉，你身为乘务员，竟然趁陆总不清醒时勾引他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跟陆总怎么会这样？我告诉你，祝婉婉，陆总他最讨厌别人触碰他，你和他发生这样的事，他醒来之后绝对饶不了你。宋特助，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跟陆总会发生这样的事情。你现在立刻滚出静室，不要再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好，我现在就走。恒哥哥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触碰，如果陆家知道今天的事情，肯定会让他取这个空气。不行，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冯总监，我给你200万，立刻把祝婉婉所有个人资料全部销毁。我竟然会主动跟一个女人接触，不但不觉得恶心，还很沉迷。
恒哥哥，你怎么了？刚刚那个乘务员呢？什么空姐啊？刚刚一直都是我在陪着你啊。恒哥哥，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，有点迷惑？难道我刚才的记忆是宋雅玲那些药制作成的副作用？陆氏集团总裁陆金恒今日乘专机抵达江城，参与新城投资项目。是他。祝婉婉，刚才那个女人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不好意思，认错人了。哦。都6年了，陆金恒还是不肯放过我。我最近得小心点，别再撞见他了。喂，妈，怎么了？婉婉，小陈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在救护车上。小陈出事了。妈，你别着急，我现在马上过去。金恒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好像看见6年前的空姐了。恒哥哥，我说了多少次了，那个空姐根本不存在。6年了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沉迷在幻梦中了？难道真的是我精神上出了问题？金恒，你梦到女人，说明该成家了。你不如听妈的话，赶紧跟雅玲把婚定了吧。对啊，恒哥哥，你就不能回过头看看身边人吗？以后再说吧。雅玲，她刚才没有直接拒绝，看来我这个儿子总算要开窍了。我等了这么久，恒哥哥终于态度松动了，我绝对不能让那个祝婉婉坏我好事。医生，小陈他怎么了？是啊，我外孙才5岁，怎么时不时就昏倒呢？小陈得了一种罕见的神经性疾病，想要彻底治愈，至少需要500万的医疗费用。500万？500万，我们就算把房子卖了，也凑不够啊。6年前，我匆忙离开金市，回到老家江城后，才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在妈妈的理解和支持下，我生下了小陈。本以为可以从此平淡过完一生，可没想到命运弄人。我的女儿啊，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妈，放心吧，我会赚钱的。妈，我去接个电话。朱婉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今天排了你的航班吗？怎么没有看到你人啊？对不起，乘务长，我儿子突然晕倒了，我现在在医院，没来得及跟你请假。朱婉婉，我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我们的工作容不得半点马虎，这种情况再有下次，就等着被辞退吧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不行，小陈病倒了，他还需要我，我不能崩溃，我一定要坚强。妈，宋小姐，祝婉婉，你竟然敢不经过允许，擅自生下了和恒哥哥的孩子！他是我一个人的孩子。你以为这么说就没事了吗？恒哥哥从不让人近身接触，意外被你侵犯后，
他查了你整整6年，今天在机场见到你，他恨不得立刻杀了你。可是明明我才是受害者，那架飞机有问题。别说什么废话了，我劝你，如果不想连累家人的话，就和之前一样，连夜滚出这座城市吧。那个陆总真是一点活路都不给我们留啊！妈，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妈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。万万不怕，有什么事情妈陪你一起扛。你明天就去辞职，咱们带小陈走。妈，我去递交离职申请，你带小陈等我一会儿。快去。姥姥，我饿了。瞧我这记性，我都忘了咱小陈没有吃早餐了。小陈呀，你在这里等姥姥一会儿，我去给你买吃的。嗯。陆总，今天行动匆忙，来不及调专机，你忍耐一下。这孩子怎么感觉这么亲切？金恒，那小孩跟你小时候长得一模一样。妈，你确定吗？没错，连洁癖都一样。难道是他为我生的孩子？小朋友，这里是贵宾休息室，不可以随便进入的。对不起。等等，徐秘书，立刻安排人去找那个孩子。慢着，拿去做个 DNA 比对，免得闹出误会。是。恒哥哥，今天这趟航班我陪你飞。陆总，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。这个孩子真的是我儿子。这么说，金恒你6年前真的和一个空姐在一起过？我就知道，那根本不是梦。徐秘书，吩咐下去，全程搜寻，不惜代价找到他们母子俩。是。绝对不能让他们相认。祝婉婉那个贱人，明明让他离开江城，怎么这个小杂种还是被恒哥哥发现了？哎呀！妈，我办完离职手续了，小陈呢？婉婉啊，我刚出去给小陈买早餐了，就出去几分钟，一回头孩子不见了。没事儿，妈你先别着急，我去找他。妈妈，姥姥。小陈，你去哪儿了？吓死姥姥了。没事的，姥姥，我刚刚去找干净的椅子了。小陈，你以后可不许这样了，这次没事就好。你们要干什么？别动我的孩子！小陈，你们放开我外孙！朱婉婉，我们又见面。宋小姐，你为什么在这儿？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当然是为了陆总解决麻烦呗。你和这个野种根本不配出现在他的生活。宋小姐，
我求求你了，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放过我的外孙和女儿吧，他们是无辜的呀。宋小姐，我们已经一退再退，你到底还想要怎样？当然是让你们彻底消失。只有你们死了，陆哥哥才会属于我。妈妈姥姥，你们这些坏人不许欺负我妈妈和姥姥！闭嘴！再吵，现在就把你扔出去！小陈别怕，妈妈在呢。别怕，等会儿到了公海，你们都等着喂鱼吧。各位大哥，求求你们了，放过我的外孙和女儿吧，他们还这么小，这么年轻，你们怎么下得去手啊？大妈，要怪就怪你女儿惹了不该惹的人，下辈子记得好好教育她，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别再做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。你们胡说！当年那件事，我女儿明明才是受害者，你们颠倒黑白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报应？你们都落在老子手上了，还敢嘴硬？别打了，求你们别打了！你们说的都对，求你们别打了。陆总，有消息了，我们的人发现宋家有一架私人飞机正从南城紧急起飞，正朝着公海方向飞去。宋家？是宋雅玲？我早该知道是他。这6年来，一直是他在从中作梗。陆总，宋雅玲现在还在星级酒店，我们要不要先去找她？先去追飞机，保管他们安全最重要。另外，通知陆氏航空派机队拦截，一定要在他们抵达公海之前拦住那架飞机。是。10分钟后抵达公海，准备动手。收到。妈妈，救命！小陈害怕！放开他！有什么事冲我来？你们这帮畜生，放开我外孙！警告！你们已被陆氏航空机队包围了，立即返航，送他们安全回国。但凡他们有任何损伤，陆氏集团都会追究到底。我误会陆家了，一直恐吓我，想要害我们的根本就是宋雅玲。宋雅玲，恒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宋氏从南城起飞的私人飞机上载的是谁？是宋氏集团的客户有急事，我就先调私人飞机送他们离开了。是吗？我查过了，宋氏集团近年来在南城根本没有任何投资项目。你是哪来的客户？宋雅玲，这6年来，我每次寻找祝婉婉，你都在一旁误导阻碍我。那架飞机上载的是祝婉婉和我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恒哥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警告你，现在立刻马上让飞机掉头，把人毫发无损的带回来，否则别怪我不顾及两家交情。恒哥哥，你居然为了那个女人这样凶我！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就凭6年前，我已认定我的陆太太只能是她。不可能，陆太太只能是我。陆金恒，太晚了，飞机早就抵达公海了。祝婉婉和他那个冰妍妍的儿子早就葬身鱼腹了。住手，陆总！抱歉，我来晚了，没事吧？你这些年来一直派人调查我，难道不是为了追杀我？当然不是，我是为了……小陈，小陈，陆总，我求求你救救小陈吧，他是你的孩子。徐秘书，立刻准备专机，空降京都第1医院。
联系最好的医生团队。是，陆总。医生，小陈现在怎么样了？祝小姐不用太担心，小陈的病症虽然罕见，但针对性靶向药已经问世，只要持续治疗就能彻底痊愈。那治疗费用是？放心，小陈也是我的孩子，我会寻找全国最好的医生，负责全部的医药费，无论花多少钱，我都要让他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谢谢你。陆总，擅长这种病症的专家目前在国外，如果送孩子到国外治疗，疗效会更好，恢复的也更快。徐秘书，立刻安排，越快越好。是，陆总。婉婉，妈，你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医生说了，妈身体没有问题，只是受了些惊吓，休息调养段时间就好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婉婉，婉婉，医生，婉婉怎么了？祝小姐劳累过度，又长期的精神紧绷，心力交瘁，这才导致的晕倒，没什么大事。我的女儿，真的是辛苦你了。朱阿姨，这些年她过得很艰难。陆总，一个单亲妈妈，既要承受旁人的冷眼，又要独自挣钱养孩子，本来就不容易。他还一直担惊受怕，担心你追查报复他。可明明那件事啊，他才是受害者呀！对不起，朱阿姨，当年为了寻找他，是想对他负责。6年了，我看着他奔波忙碌，心里自责过无数次。是不是不应该让他把孩子生下来？可我们小陈那么可爱，我又觉得我女儿的选择是对的，只是命运对她太残忍了。朱阿姨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我会倾尽所有，不再让他承受半点风霜。之前害他的人已经入狱。这件事，我会给您和婉婉一个交代的。婉婉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儿。我妈和小陈呢？陆氏安排了最好的医疗团队，送小陈去国外疗养。朱阿姨担心小陈的病情，知道你们要大爱后，就跟着一起去了。那就好，小陈的病要紧。婉婉，你醒了。妈。陆阿姨。好孩子，这些年真是苦了你了啊！阿姨今天过来是想邀请你搬到陆家去住，家里已经准备好了专业的营养师，想要给你好好调养身体呢。不用了吧，陆阿姨，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，还是不要打扰你们的日常生活了。你这孩子说什么打扰呢？我们呀，早就应该是一家人了。不是的，当年只是个意外。婉婉啊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个儿子啊，从记事起就没有跟任何人亲近的，只有你是个例外。妈，怎么了？我说错什么了？没有。婉婉啊，金恒他挂心了你6年了，他一直是想给你和孩子负责的。婉婉，孙亚林的父亲非常护短，
我担心之后宋家对你不利，出于对你的安全考虑，我也建议搬进陆家。那好吧，太好了。妈现在就回家准备去。陆太太，欢迎回家。我不是什么陆太太，叫我婉婉就可以了。婉婉啊，你是我孙儿的妈妈，当然就是陆太太了。那好吧，走，进屋。陆太太，这些都是当季最新款的时装，都是您的款式。这些都是由顶尖设计师操刀，用拍卖级无瑕真品为你定制的首饰。这些是奢牌所有限量版包包，为您配齐了颜色。这些都是为我准备的。这也太破费了。不破费，你是我陆家的儿媳，当然值得最好的。把这些东西都送到金恒屋里去。这不太合适吧？金恒费心去找我和小陈，不过是出于责任，他有洁癖，不愿意跟人接触，我还是不要越界了。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另外，安排一间朝阳的卧室。是。太太，我带您去房间。去。你这个小子，都惦记着人家6年了，怎么这个时候反倒退缩了？以前的事只是意外，我想尊重他的意愿，真正接纳我。那你可要积极点儿，我还盼着婉婉改口喊我妈呢。啊，对了，那天婉婉妈妈出国走得匆忙，把这块玉坠落在医院里了，你把它拿去给婉婉。好。妈，你放心，陆家对我挺好，但是我还是不想靠他们养着，我还是想再找份工作。只是我之前在京都航空离职过，上一份工作又突然结束，这个履历恐怕很难继续当空乘了。徐秘书，我要入股京东航空。您好，请问您是哪位？婉婉，我是京都航空的乘务长，你还记得我吗？乘务长，我当然记得。京都航空最近收到了你的简历，正好我们前阵子也查清了，你当年突然离职是被人陷害，所以想邀请你重回京都航空，重回空乘职位，你愿意吗？我当然愿意，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。那好，下周一过来重新办入职手续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好，我一定会准时去的。哼，恶心死了！那个朱婉婉啊，之前在飞机上搭讪乘客，才导致被开除的，现在怎么又回来？估计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搭上什么金主了吧？他不最擅长这些事情吗？你说的可真没错，我听说啊，他这6年啊，就是在给人当小三儿呢。还有这种事儿？嗯哼。你们在胡说什么？我们胡说。朱婉婉，如果你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那你简历上的私生子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就是，嘴巴放干净一点。哼，议论我可以，但是不能污蔑我的儿子。污蔑？你未婚生子，难道不是事实吗？自己不要脸，还想堵别人的嘴。就是，朱婉婉，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当空乘，你抹黑了我们所有空乘的脸。我就要说，一个父不详的孩子就是来历不明的私生子。我说了，不许说我儿子，他有爸爸。你还敢打我？
楚婉婉，我今天非要好好教训你不可！把他按住！这款限量包就是你靠那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求来的吧？你胡说！既然你不要脸，那我就给你洗洗脸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我没事吧？没事。谁给你的胆子动祝婉婉？陆总，楚婉婉她品行败坏，乘我掌下还把她招进公司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作风不正，品行败坏。没错，陆总，这种人留在公司影响太恶劣了，就应该把他赶出京都航空，永不录用才对。祝婉婉是我孩子的母亲，更是我求了6年才请回家的陆太太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我早就解释过，是你们自己不信，非要污蔑我和孩子。你们2个被开除了。陆总，滚！陆先生，我听他们说你入股了京都航空，那我收到京都航空的聘书，是不是有你的缘故？本来就是因为我才丢失这个工作，现在我做出弥补也是应该的。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。对了，朱阿姨之前遗落在医院的东西，还给你。玉坠，这是我妈最喜欢的东西，幸好被你们收到了。这枚玉坠有什么特殊意义吗？我妈妈说，这个玉坠是我们家祖传的玉坠，原本有一对，她有一个，她弟弟有一个，后来因为意外，她和弟弟分开了，这枚玉坠就成了他们相认的信物。这么重要？嗯。徐秘书，立刻查这枚玉坠的主人。好的，陆总。谢谢你。你我之间不用这么客气。陆天恒，我是你宋叔。如果你不想看到我和陆氏鱼死网破的话，就带着你的相好出来跟我见一面。没事，别担心，有我在，宋国香不敢对我陆家怎么样。嗯，走。宋总，好久不见。陆景恒，哑铃从小跟着你一块长大，就因为这个女人，把她给送进牢里。她是我太太，我自然一切以她为先。就是想不明白，哑铃的相貌身世，哪一点不比这个女人好？她对你那么痴心，在你身后这么多年，你怎么可以辜负她？我早就说过无数次，我跟宋哑铃没有半点可谈。如果不是你仗着2家交情，让我父母施压，她根本不会有机会缠着我。混账，不识好歹！既然宋总没有谈话的态度，那么今天的见面可以到此为止。朱小姐，你也不想看着陆家因为你遭受资产缩水、地位一落千丈的风险和打击吧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那个孩子我可以容忍，你必须要离开他，把陆太太的位置给我腾出来。随便开个价吧，拿着这些钱离开，对你对陆家都好。哈哈哈哈哈！陆金恒，看看吧，这就是你看上的女人，随便一张支票就可以随意打发。这样的女人，你敢留她在你身边吗？陆金恒，你还是太年轻，不懂得门当户对的道理。只有我女儿哑铃这样的出身，才能在你经历风波时，与你并肩而立，共同抵御危机。宋总未免也太看不起人了吧？你们宋家是试图几次三番杀害我全家的仇人，
拿你们的钱，我嫌手脏。你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蠢货，你是在找死！宋国祥，你少在我面前虚张声势了。你今天约我们见面，不就是因为陆氏撤资2家的合资项目，全面撤资后大量订单流失，损失严重？陆金恒，你得意什么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如果你铁了心的要跟我们宋家作对，最后鹿死谁手还尚未可知呢。宋国祥，我想你误会了一些事。今天我带婉婉来，不是来跟你谈判的。什么？我原本打算给你一个向陆太太道歉的机会而已。我给她道歉？你做梦！放心，道歉的机会现在没了。哼，动了我陆家的少夫人，还想讨价还价，真当我陆氏是泥巴捏的？本来嘛，如果你识趣，愿意替宋雅玲主动赔罪道歉的话，我还可以放你一条生路。但现在，陆金恒，我警告你，仔细掂量陆家的资产体量，再跟我说话。我陆氏将在全行业上百个品牌中与宋氏全面竞争，我倒要看看宋氏拼死反扑到底能溅起多大水花。你确定要两败俱伤？宋总尽管押上全部身家，我陆敬恒奉陪到底。我们走。陆先生，叫我陆先生是不是过于生分了？那陆金恒连名带姓还是身份？那金恒，你说陆氏和宋氏这样对立，真的没有关系吗？你想看烟花吗？啊？为什么忽然说起烟花？徐秘书，明天之前把我们跟宋氏合作的烟花厂彻底解除。另外，把跟沙特那5亿订单的烟花给放了。今晚我要看烟花。放心，宋国祥在我手里得不到任何便宜。走，我们看烟花。3、2、1。3、2、1。哇，你看，婉婉，宋家欠你的，我一点一点帮你讨回来。这场烟花就当做是海誓山盟前的誓言。他竟然因为了我跟宋家大动干戈，对立到这种地步。当初我真不应该因为怯懦而放弃身边的真相，以至于被宋雅玲恐吓，白白让小陈6年没有父亲。怎么了？你不喜欢烟花吗？如果不喜欢，我们就不看了。我们现在就进屋。没有不喜欢，谢谢你。我去看一下晚餐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对不起，陆总，刚没留意到你。没事，下去吧。是。经常接触婉婉后，我重度洁癖的情况有所改善。现在不经意间被别人触碰，难受感好像也没以前那么重了。原来我的触碰会让他那么难受，也是他有严重洁癖。6年前那次亲密只是意外，现在他每次碰到我时都强忍着不适。以后我一定要注意保持距离，不能再碰他了。婉婉，快点吃饭。不了，我突然有点累，先回去休息了。他怎么了？难道是还在为昨天的事生气？去上班，我去送你。
我叫的车已经到门口了，我自己去就好。难道他就这么不愿意跟我接触？哎，姑娘，等一下。大爷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是第一次坐飞机，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出口。你能不能给我带个路啊？您就顺着这个标识，一直往前走就出去了。我人老了不中用了，眼睛有点花。刚才我在这转了2圈，可就是出不去。那我带您出去吧。陆金恒，如果不想这个空姐出事的话，现在立刻来宋氏酒店。记住，只能你一个人来，否则他的下场我可就不能保证了。陆总，怎么了？走，出发宋氏酒店。恒哥哥，恒哥哥，我总算又见到你了。婉婉呢？她在哪儿？那个女人在哪儿？我怎么会知道？宋夏玲，少在这给我装傻充愣！我警告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不想死，立刻给我放了他！恒哥哥，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我喜欢了你这么多年，这还是你第一次主动碰我。只是没想到，你第一次碰我，竟然是想要掐死我！宋夏玲，我早就说过无数次，我们之间没有半点可能。你越是强求，事情只会越糟。如果你能看清切实，早点放手，我们两家又何必走到今天这种地步？放手？我绝不，我偏要强求。我想要的，我必须得到。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执迷不悟，看来上次入狱并没有让你长教训。当然，恒哥哥，你不是满心满眼都是那个祝婉婉吗？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今天不让我满意，那倒霉的就是他。立刻联系宋国祥，放了婉婉，否则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你笑什么？恒哥哥，你真是太天真了。你以为你这样我就会怕你吗？来啊，有本事你就掐死我！我宋雅玲能死在你的手里，也算是得偿所愿了。至少这样，你这辈子都不可能忘了我。宋小丽，你疯了！是啊，我是疯了。早在6年前，我爱而不得对你用计，却被你一把锁进舱门里。我眼睁睁的看见你和他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已经疯了。你终于承认了，6年前果然是你搞的鬼。没错，是我。恒哥哥，这6年来我时时刻刻都在想，如果当时不是那个空姐坏事，如果当时我能够沉得住气，在你药效发挥最猛烈的时候接近你，是不是让你一直忘不掉的人就会是我？宋夏玲，你把我当什么了？我爱你啊，恒哥哥！如果不是在意你，我身为富家千金，怎么会用尽一切办法想要得到你？不过没关系，今天我有了重来一次的机会。重来？你什么意思？恒哥哥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如果你再像这样耗时间下去，那生不如死的不会是我，而是那个祝文武。你们要对他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仔细想一想，一个漂亮的空姐又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，你说说，她会发生什么？你们敢？你大可以试试，你看我敢不敢？您好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，请稍后再拨。我在哪儿？救命啊！
宋国祥，是你！婉婉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机场问路的那个老人，是你安排的，目的就是为了把我绑过来。不错，朱婉婉，你看看你，如果上次识相拿了支票就离开，那我们不就皆大欢喜了吗？偏偏敬酒不吃吃罚酒，非得逼我出狠手。看看，现在我是自讨苦吃了吗？宋国祥，你这么做，陆金恒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过了今天，陆金恒根本就不会再要你了。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哼，所有人都知道，陆金恒是一个有严重的洁癖的人，从来不允许任何人近身。你不过是走了大运，刚好碰到被哑铃设计的陆金恒，这才被他看上。原来6年前那场意外是宋雅玲设计的。6年来，我一直被宋雅玲恐吓，担惊受怕，处处躲藏。我独自生下孩子，一个人支撑家庭。你竟然说是走了大运，那还不是因为你蠢？陆金恒可是早就想娶你了。你是我愚蠢。如果6年前我没有逃走，而是留在现场跟陆金恒把话说清楚，那小陈从出生起就会有父亲，后面那些事或许也都不会发生了。你说，像陆金恒这种有严重洁癖的人，如果他知道他的陆太太被别的男人碰过了，他会是什么感觉？想必那个时候怕是看你一眼都嫌脏吧。宋国祥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竟然会有这么龌龊的想法。说起来我也不忍心呢，但谁让你不识抬举，逼得我出此下策了呢？你们不要过来！你们难道不知道，之前替宋家做事的人都已经入狱了吗？你们敢动他，我要了你们的命！徐秘书，查到太太的下落了吗？陆总，太太出事的那块区域监控被人替换了，机场附近人流量大，我们要排查完所有可疑车辆，最快也需要1天的时间。冯哥哥，没有用的，等你查出来他的下落，一切都忘。不过事情也不是没有转圜的余地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今天是我重来一次的机会。有话直说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敢放了朱婉婉？直接放了他不可能，但是其他的事情倒是可以商量。只要你喝了他，我就立刻联系我爸，给你和我爸一个交涉的机会。你在酒里放了东西？没错，我说了，我想要一定要得到。这次我不瞒你，喝不喝全看你。恒哥哥，别怪我没提醒你，距离朱婉婉从机场被带走已经很久。立刻联系宋国祥，让他放了婉婉。这次的好东西比6年前还要烈性。恒哥哥，你今天是真的跑不掉了。恒哥哥，你怎么样了？联系宋国祥。看来酒劲还没有完全发作。至死，我绝不能像6年前一样，因为心急导致功亏一篑。反正房间中只有我们2个人，现在我一定得稳住他。好，
我现在就联系他。亚玲怎么了？你们最好想好后果。陆金恒是一个连飞机都能截停的人，你们就这么确定，在伤害我以后，自己就能全身而退吗？怕什么？给我上！事成之后，我立即给你们每人500万，再调专机送你们出国。这些钱够你们逍遥很久了。你们不要被他骗了。宋家现在什么情况？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宋氏最近遭受陆氏打压，刚刚损失了5个亿的项目。你以为这种情况下，宋国祥会给你们1000万？事后，陆家如果真的追究起来，你们又怎么确定宋国祥不会把你们供出来顶包？胆小鬼，不敢动手就给我滚！我来！朱婉婉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亚玲，怎么这个时候打视频？亚玲，怎么了？亚玲，亚玲，你说话呀！亚玲，宋国祥，我要见朱婉婉，否则我不保证你明天还能不能见到你女儿。好，陆金恒，你别冲动，有话咱们可以好好说。金恒，婉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陆金恒，你不要动我女儿，我向你保证，只要你不动亚玲，我就不动朱婉婉。好啊，你现在就放了朱婉婉，只要她安然无恙，今天的事情我就不计较了。爸，你别信他的，他已经中招了，他撑不了多久的。陆金恒，我给你准备的药极其烈性，是个男人就不可能抵挡得住。行啊，现在谁都不要动，你不动亚玲，我也不动朱婉婉，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。但是从你失去理智开始，我这边做什么你可就管不着了。金恒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太笨了，又一次落入了他们的圈套。婉婉，你没错，是宋家太无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被药物控制，失去理智，否则婉婉就会有危险。哥哥，你扛不住的，6年前你就没有扛住，这次你更不可能扛住。婉婉，恒哥哥，看来这药劲儿是上来了。金恒，恒哥哥，宋亚玲，我今天就是死在这里，也不会越界跟你发生任何关系。既然这杯酒效力强烈，那么我就用更强烈的感觉来抑制它，让自己保持清醒。恒哥哥，你住手！恒哥哥，为了证明我对你的爱是真的，我可以做出让步。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劝我爸，让他把朱婉婉安全放他离开。跟你在一起？对，和我在一起。你把我放开，不要再伤害自己了。如果他想继续对峙，就得靠不断的痛觉来让他保持清醒。你愿意看到他这样吗？不可以。而且他如果再这样压抑下去，我可不敢保证他的身体会不会出现不可逆的伤害。不，我不能看着他消耗自己的身体。金恒，你就答应他吧。婉婉，你确定？
我确定。婉婉她对我果然还是没有感情的吗？我跟其他人在一起，她是真的不在意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保证她的安全吧。好，我可以松开宋雅玲的绳子，但是你们要答应我，让徐秘书到你们那儿监督你们信守承诺。来吧，徐秘书，给你的老板打个招呼吧。陆总，我到了。陆金恒，现在轮到你信守承诺了。恒哥哥，你该放开我了。恒哥哥，你怎么样？挂断视频。好，爸，那我先挂了。好，我就不耽误你和我女婿发展感情了。徐秘书，放松点儿，从今天开始，咱们就是一家人了。好难过，好心痛。金河，你清醒之后会不会怪我？你会不会比我更痛苦？太太，你没担心，陆总说过，陆太太只能是你。什么？你小子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？这个场合，这个时候，你还敢在老子面前不客气，说这种话？这就叫不客气了吗？宋总，不客气的还在后面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恒哥哥，你这是干什么？陆金恒，你出尔反尔！你就是个小小的秘书，为什么？你们真的以为陆总就随随便便叫我过来吗？好你个陆金恒，竟藏着这一手！小姐，我帮你松绑。徐秘书，金恒那边情况很不好，快去救他。好的，太太，咱们现在就过去。哼，徐秘书，你以为放倒了我们，你就能离开这儿？我告诉你，这屋外布满了我们宋家的人，就算你有些身手，一个人恐怕也打不出去吧？哦，真的吗？我怎么不相信？外面解决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老大，直接大摇大摆走出来，外面已经清理干净了。金恒，陆总，金恒，你没事吧？祝婉婉，为什么又是你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宋雅玲，我以后一定不会再进你们的圈套，你们宋家一定会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金恒，我们走。祝婉婉，又是你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？我恨你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医生已经在楼上等着了，我扶你上去检查。婉婉，先别走，我有话想跟你说。6年前飞机上的事，不是意外，是我真心被你所吸引。我有重度洁癖，从小到大，任何人的触碰都会让我觉得恶心反胃。可那天我抱着你，却觉得很安心。
这些年，我一直在找你。苏雅玲毁掉了你所有的资料，我派无数人找了你6年。我以为你消失了，以为那天一切都是幻觉，到最后在机场发现了你的背影。那天晚上，你又撞到了我才把外套丢了。我一直想努力地追寻你的身影，可到后来你却一直躲避我，我才知道你误会了。我以为我的触碰会让你难受，我以为你只是对我负责，对小陈负责。不是婉婉，对小陈是负责，对你是喜欢，是爱。从6年前第一眼看到你认真打扫的样子，到现在，你为了小陈奋不顾身。我对你的情谊从来没有变过。以后，我不会再让你受任何委屈，不会让任何人再伤害你和小陈。我们好好在一起，好吗？好。妈妈，小陈，你好了？医生叔叔说我完全好了。妈妈，这位是……小陈，我是你的爸爸。爸爸，我以前在梦里见过你。陆总，我是来求情的。宋氏集团现在已经濒临破产，你就看在我们两家往日的情分上，放过宋氏吧。啊，这玉坠哪儿来的？你是小翔？姐姐，姐姐，是我呀，我是祝翔，我是小翔啊。后来我被宋氏收养，才改了宋姓。什么？宋国祥居然是我的亲舅舅？你是小翔？姐姐，怎么会这样？姐姐，我找了你好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找了你几10年。妈！什么？你喊他妈？宋国祥，我真的没想到，我妈找了半辈子的亲弟弟，我的亲舅舅，居然是你！我姐姐是你妈妈，也就是说，你是我的外甥女儿，我的亲弟弟，我从大山里进去背出来的弟弟，他的女儿险险害了我的女儿啊！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都做了些什么？小翔，我记得你小时候乖巧、听话、聪明伶俐，我认为你长大一定会长成一个善良正义的人。我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你是差点毁了我女儿的人呐！我宁愿这辈子都找不到弟弟，也不愿意相信你长成现在的这种卑劣模样。你不是我弟弟，我不认你这个弟弟了。我的亲弟弟
从13的那天起就已经死了。报应，都是报应。如果我没有抢走女儿，宋氏集团也不会被打压到濒临破产，我的亲姐也不会遭受到那么多的苦难。到头来，我付出了一切，却没有得到亚玲的半分体谅。陆总，陆太太，对不起，我知错了。现在道歉，是不是也太迟了？宋董，我知道你们是不会原谅我，无论我怎么做，也无法弥补自己的过错。徐秘书，能不能麻烦你跟我出来一下？可以。妈，你也别太难过。没事儿，婉婉，你和金恒的日子啊还长着呢。看着你们幸福啊，就是妈最大的慰藉。朱阿姨，宋国祥已经被警察带走了，临走前还签了一份协议，将宋氏剩余的资源全部股份赠予你和你的女儿作为赔罪。妈，您就收下吧。好在宋氏的技术还在，以后我会协助你们把公司先扶正。好，婉婉，这份赔偿妈就交给你了。妈，我们以后一定都会幸福的。一定会幸福。